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是第10集，也就是房车使用5年后再谈房车。今天谈谈什么呢？房车上热水器我们应该怎么选？老规矩，先说结论。那么现阶段，我个人认为首选还是燃气热水器，也就是石油液化气的燃气热水器。那么热水器我们常见的啊，无外乎就是一个烧电啊，一个烧气，还有一种所谓的这个又能烧气又能烧电的那种比较贵的啊，某进口品牌的，还有什么小循环的这种柴油这种水暖机啊。至于说那种大循环，现在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啊，没有厂家愿意给你装大循环的那种所谓的过水热，类似于那种东西吧啊。因为毛病太多，那个咱们就不谈了啊。我们主要谈这3种选择。先说电的啊，电，因为我们知道现阶段而言啊，电多少都不够用，在我们房车上啊，甭管你是什么形式的充电方式啊，电永远是紧张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电的热水器呢，空间要求比较大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储水型的啊，很占体积，不好安装啊，因为房车上的空间是寸土寸金嘛啊，另外呢，这种它的这种电热水器，你买大了吧，更占空间；你买小了吧，又不够用啊。你想，你买一个10升的那种小的这种电热水器，它不够洗一个澡的，对不对？你买大的呢，是吧？你真的是没地方放啊。另外它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说它不太容易把水排干净啊。你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啊，另外它还会攒这个水垢啊。时间长了以后，因为你房车在外面嘛，这个水源你不好控制的啊，各种水源都有，很容易攒水垢。它这个水垢到时候时间长了以后也是个很大的麻烦啊。那么这是电热水器这一块啊。那么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不装这种即热式的啊？即热式的直接烧不就行了吗？啊，是理想很美好啊，因为那种东西它功率很大，功率小的吧水不热，功率高的吧咱们逆变器受不了啊。然后另外呢，也对咱们这个房车上的线速也有一定的考验啊。现在我看见市面上的这种即热式的都已经8000瓦了啊，你可想而知。对这个房车的要求有多高啊？这个也不现实，对吧？啊，这个电热水器就放一边啊，不用考虑啊。然后就是再讲这个所谓的小循环的这种柴油水暖机啊，咱不说一体机，一体机不好用，记住这句话，一体机就是不好用啊。可能贵一点的进口的会好一点啊，那种一般的宁愿分开装。也别装一体机啊，如果你真要装一体机，那一定要买那种功率特别大的啊，否则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痛苦了啊。这个你可以在网上多看一看别人使用过的一些感受啊，什么水温不恒定了，什么这个不容易打着火了啊，那种比较容易打着火的啊，价格也飞上去了啊，有必要吗？真的没有必要啊。咱们放的那么好用的这个燃气热水器不用，干嘛非用这种花大价钱啊？然后还要抽你的柴油，我得不偿失，真得不偿失啊！有时候还会有味道啊，柴油的味道。就我说的是小循环啊，不是那种大循环，大循环已经淘汰了，刚才我说过了。那么最后就到咱们这个石油液化气的这个热水器了啊。石油液化气其实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液化气罐啊，这种不是煤气啊，石油液化气和煤气是两回事啊。煤气是一氧化碳，会让人中毒的啊，石油液化气不会让人中毒啊，但是它同样有爆燃性啊。所以说如果说使用石油液化气的话，唯一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用完以后要马上把这个阀门关闭啊，把这个总阀关掉啊。其实我经常忘关啊，其实这个习惯不好啊，但是记住一定要关上啊。至于说有的人说你在车上安装这种
燃气热水器会把车里的空气吸光，这是个伪命题啊，这个已讨论过很久了啊。首先我们的车，你要实在担心啊，你就可以窗户开条缝就行了啊，空气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快就被你耗尽了啊，这真的是个伪命题，更别说那些保温性能、密封性能不太好的房车了，那更不存在问题啊。空气它会从各个方向进来啊，你比如说你的床底下不就有空间吗？对吧？然后你各种包括你的抽油烟机，也可以进来空气的啊，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这真的是个伪命题啊。你实在担心，还是那句话，你实在担心就把窗户留一条缝啊，足够用了啊。这是那个燃气热水器的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不存在啊，不存在。另外一个废气啊，因为现在的我们市面上能买到的热水器啊，就是燃气热水器都是强排式的，或者说平衡式的，平衡式很少见的，基本上强排式的。强排式的就直接把废气排走了，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你的车体上面打一个洞啊，把这个废气排出去啊，就 OK 了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啊。至于说有人说啊，液化气罐有些地方不让带啊，什么新疆啊、西藏啊、海南不让带，哎呀，这个问题我说了无数遍了啊。你大不了你就不带嘛，你到那边再去买一个新的就是了，对吧？这是很简单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对，补充一句，你也不可能一辈子在那些地方待着，对不对？中国那么大，是吧？这都是不存在的一些小问题。另外再说第二个问题，有人说换气不好换啊，液化气罐不好补充气体。其实呢，可能某些城市里面是不太好补充，但是这么多年玩下来，我从来没有因为液化气罐不能补充而烦恼过。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啊！相关的视频我也做过好几次了啊。你到了一个地方去以后，给餐馆打电话，人家会主动送上来啊，服务好了呢啊。只要你有这个啊，没有什么不好办啊。至于说城市里面换气，我也遇到过呀。我在这个瑞丽我换过气啊，一样的，给钱就行啊。人家上门服务好的很啊。至于说这一些乡镇、一些县里面，那更简单了啊。那这不是问题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么燃气热水器的优势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也得说说，简单说说啊。首先它热得快，对吧？打开就有，跟家里感觉一样啊。而且只要你水箱有水，你就可以充分的洗澡，不用担心电热水器什么热水会耗尽，对吧？另外一个它很稳定，很可靠啊，不会点不着啊，而且水温比较恒定，基本上不会像那种什么水暖一体机或者说水暖机那样机器忽冷忽热啊，或者像这个电热水器，随着热水越来越少，温度也越来越低啊，不会啊，我觉得很舒服啊，反正至少我用的挺舒服的啊，不会有这种情况。另外它经济实惠，这个谁都比不了啊，它很便宜，一个燃气热水器几百块钱啊就可以买下来，对不对？然后液化气罐一罐气能用很久很久啊，我觉得一罐5公，你看我车上是5公斤的罐，能用2个月是没问题的啊，1-2个月是可以的，经济实惠啊，一罐气官价也就40块钱啊，可能给人点服务费。最贵的我换过，最贵的我是在哪？圣恩本纳换过，70的还是80的，这是最贵的一次。其他一般来讲都是40-50块钱啊，也就这样了，非常实惠啊，非常实惠。所以说你要想在房车生活当中享受家的那种洗热水的感觉，首选永远是燃气热水器啊。还有朋友担心说车在这个罐子在车里面会不会爆炸？哎呀，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哪个房车因为煤气罐爆炸的啊？因为液化气罐爆炸的？没有啊？你看过这个方面的新闻吗？没有啊？反倒是有很多因为用电不当造成的这个自燃
对吧？不要给自己制造焦虑啊，因为比如我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时候夏天我不在家里，房车就放在楼下，这个天天大太阳晒的，你知道武汉有多热吗？不会有问题啊，车里面你把液化气罐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它温度绝对不会让它爆炸的啊，完全是杞人忧天啊。你要记住的就是用完以后马上关闭阀门，这是个好习惯啊，但是我经常忘了关啊，大家不要学我啊，因为有时候长期旅居的时候，你要做饭呀，或者说是怎么着，会经常忘记，因为你不动车嘛。但是一般来讲，我在动车之前，我都会检查一遍，要把这个液化气罐的阀门关上啊。那么你最好是养成好习惯啊，洗完澡把液化气罐也关上。OK 啊，这期比较啰嗦啊，说的比较多啊，但是结论不容置疑啊，房车现阶段最好的选择，热水器还是燃气热水器，也就是石油液化气的燃气热水器。至于其他都不好用啊！记住了，你要不服，你就上网多搜一搜，看看人家的体会啊，包括那些使用什么柴油水暖机的人的体会啊，包括那些使用什么一体机的人的体会，包括那些电热水器的一些体会啊，你都可以上网比较一下，你就会得到跟我一样的结论。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